它有业界实用的内置电源和扬声器，还有直接的 PCIe 4.0 X8 的插槽，还有双 2.5G 板载网口和 WiFi 7。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了英特尔 Ultra 7 155H CPU 的超级旗舰迷你电脑 Blink 零克 GTI 14 Ultra。GTI 14 Ultra 作为 Blink 零克新一代英特尔旗舰迷你电脑，它身上有许多创新之处 ，PCIe 4.0 X8 的插槽，内置的145瓦电源，以及双声道的内置扬声器，还有最新的 WiFi 7。您最感兴趣以上哪一类呢？ Blink 零克 GTI 14 Ultra 装置英特尔 Ultra 7 155H CPU， 16核22线程128 EU 的 ARC 核显 ，DDR5 内存5600兆赫兹，双 M.2 PCIe 4.0 NVMe 3频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7。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配件都在这儿了，电源线、HDMI 线缆、螺丝刀、说明书。小主机是银白色的铝合金金属机身，简洁美观，颜值很高。前面板4个机身麦克风接口， USB 3.2 进 2A 口， SD 卡插槽， USB 3.2 进 2C 口，前置音频接口，带指纹识别的电源开关键。后面板8字电源接口，雷电式接口，后置音频接口， HDMI 2.0 接口， DP 1.4A 接口，双 USB 3.2 进 2A 口，双 2.5G 网络接口，双 USB 3.2 进 2A 口，底部与后部都有通风口。这个位置有半封闭的胶条，下面是 PCIe 4.0 X8 的插槽，可以用来外接独立显卡。我们使用取卡针能更容易取下这4颗胶垫，取下4颗螺丝，轻轻提起橡胶拉手，揭开底盖，一对内置的扬声器，一张能阻挡灰尘的金属防尘网。在这儿我们看见了 PCIe 插槽，继续取下4颗螺丝，揭开防尘网。扬声器下边是19伏 7.63 安，一共145瓦的内置电源。继续拆，取下双扬声器周围的4颗螺丝，再取下固定电池的4颗螺丝，揭开绝缘贴纸，移开内置电源，再取下电源下面的3颗螺丝，使用内6角套筒卸下最后一个固定螺丝。我们终于能看见内部接口了。双 DDR5 内存插槽，最大5600兆赫兹，一条2280的 M.2 PCIe 4.0 X4 的 SSD， 旁边空置另一个2280的 4.0 X4 的 NVMe 接口。这是 WiFi 7无线网卡。这是 PCIe 4.0 X8 的插槽。我们一共拆除了20颗各种螺丝，相当不容易。来，整体看一下。BIOS 可以设置性能释放，我们设置了65瓦，这里的 PL1 和 PL2 都要设置为65000。稳定性是我们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DA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功耗一条直线运行在65瓦，整机功耗92瓦左右， CPU 整体频率运行在 3.8 GHz， 随后一直保持，在单烤的1小时内 CPU 功耗一直保持65瓦，室温29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上升到85度，内存温度最高上升到 57.5 度， SSD 温度最高上升到50度， CPU 内存和 SSD 温度都很低。我们首先使用小主机的 Ultra 7 155H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0分14秒，共计614秒，超过了不少的 7840HS 小主机，也超过了所有 Ultra 5 125H 小主机。
CPU-Z 多线程 7990.8， 单线程 798.1，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我们前几周测试的 Blink S128 8845HS， 也比 13700H 高。Geekbench 5多核12701，单核1783，多核成绩超过了 S128 8845HS， 比苹果的 M2 Pro 高。Geekbench 6多核13000，单核2422，多核成绩稍稍低于 S128 8845HS。Cinebench 223多核17528，单核1803，多核成绩比 8845H 高了一点点。Cinebench 2024多核1007，单核107，多核成绩又比 S128 8845HS 高。Passmark 多线程32056，单线程3918，多核成绩低于 S128 8845HS。综合来看，目前这台 Ultra 7 155H 65瓦的性能发挥和我们测试过的 S128 8845HS 性能差不多，两者互有胜负。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1434040， CPU 得分672133。我们还给这台 155H 运行了 OpenDouble 测试， AES 996,712， X220 501,650， ChromeMark 525,329。在 ChromeMark 成绩上，它超过了自家的 S128 8845HS。接着玩游戏，地平线5 1080p 高画质，不开抗锯齿，普通场景60多帧，复杂场景50多帧。荒野大镖客2 1080p 低画质，运行评估测试，平均帧42帧。英雄联盟 4K 中画质，最后大团战90帧左右。原神 1080p 高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接近60帧。星穹铁道 1080p 非常高画质，跑起来60帧。这就是128 EU 的 ARC 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游戏测试完以后，看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室温29度的时候， CPU 最高温度90度， SSD 最高温度52度，内存最高温度 62.2 度。我们也看一下 3D Mark 的测试结果， TimeSpy 3592， Firestreak 8665， Steel Nomad Night 3140， 稳定度 99.2%。 把 3D Mark 的测试数据也做成了图表，我们来看一下。 TimeSpy 接近了最高的 185H， Firestreak 也排名第二。 3A 游戏表现离 7840HS 还差一点点，网游我觉得不输 7840HS。 显示接口输出 HDMI 接口最高支持 4K 60Hz 8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满足 HDMI 2.0 的标准。 DP 和雷电式接口输出 DP 信号，最高支持 4K 144Hz 8比特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输出。我们这台显示器支持 DP 接口超频到 160Hz， 超频后 DP 和雷电式接口能够支持 4K 160Hz 的8位 RGB 非压缩信号输出。索尼 OLED 电视连接 HDMI 线缆，小主机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RGB 非压缩显示信号。英特尔 ARC 128 EU 的核显视频解码，最高能硬解本地 8K 60帧 AV 视频。YouTuber 8K 60帧 AV 视频可以流畅播放。PCIe 4.0 NVMe 硬盘测试5100兆 B， 达到了 PCIe 4.0 X4 的中等水平。雷电式外接雷电硬盘盒3100兆 B， 满血的外置存储读写能力。WiFi 测试英特尔 B200 WiFi 7无线网卡跑上了800兆 bps， 算是我的 WiFi 6无线网络环境中非常好的水平。我们把它和 B17200 加 WiFi 7 AP 贴脸测试，下载基本在1800兆 bps，
上传基本在2000兆 bps， 多跑几次，最高一次上下载都接近了2000兆 bps， 算是接近 WiFi 7的标准了。英特尔 i226-V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接近 2.37G， 跑满了带宽。Blink 零克 GTI 14 Ultra 小主机装置了16和22线程的 Ultra 7 155H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整机功耗没有超过100瓦，待机最高功耗 19.3 瓦。按这个结果，145瓦的内置电源轻松搞定。室温29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9度 ，SSD 待机温度42度，内存待机温度 45.5 度。这台小主机65瓦性能释放下 ，CPU 满载的时候，机身噪音是38分贝左右，收回在耳边是35分贝，非常安静。Blink 零克 GTI 14 Ultra 迷你电脑装置了16和22线程的 Ultra 7 155H CPU， 65瓦的性能释放，性能表现非常强劲，和 S128-8845HS 几乎一样。不仅有双 2.5G 双 NVMe 3显示接口和 WiFi 7，还有 PCIe 4.0x8 的插槽，理论上带宽高于 Uplink 接口。65瓦性能释放 CPU 满载的时候， CPU、内存、SSD 温度不高，而且整机非常安静。内置电源和扬声器在迷你电脑是很不错的创新。要照缺点的话，小主机的易拆性不算高，毕竟要卸下20颗螺丝才能更换内存和 SSD。 总结一下， GTI 14 Ultra 的性能释放强劲，散热和静音完美，做工也完美，接口兼容性也完美。这是一台目前最顶级的英特尔核显迷你电脑。 Blink 打造了本年度旗舰迷你电脑的样板，这是一台设计、做工、性能、散热、接口、静音各方面都优秀的，几乎没有短板的小主机，是今年超级旗舰级别的优秀小主机。对这台 Blink GTI 14 Ultra， 我们给出推荐的评价。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